1938年，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哈佛大学呢对268名大二的学生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纵向的追踪的研究，来发现一个人健康、快乐、长寿的秘密。这个研究一直坚持到今天，是世界上最长的纵向研究，没有之一。那么科学家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项研究是怎么做的啊？这个研究呢，它首先招募了268名大二的学生，追踪了近80年的时间。他们当中现在呢还有19个人是活着的。这268人当中呢有2个名人，一个就是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还有一位本布拉德利，他是华盛顿邮报长期的总编辑。但是这项研究里面没有女性，我们把答案留在最后啊，希望您能看完这个视频。后来科学家把这个研究范围扩大了，对这268人的后代进行了研究，来看看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后面的健康生活的影响。这大概有1300多人，现在他们都是在50、6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他们当中有成功的商人、医生、律师等等，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精神分裂症、酗酒吸毒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找了一群跟他们对照的人，而这群对照的人呢，恰恰和哈佛学生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就是波士顿贫困地区的居民，一共有456人，到目前为止还有40个人活下来。通常我们做对照都希望找2组各个方面情况相对等的对照，那么找出呢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背景截然不同的一组人来做对照呢？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答案。后来呢，这个研究呢又扩大到他们的太太身上，他们每年都详细的追踪所有的参与者，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在事业、婚姻、家庭关系等等方面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那么这项研究的结论到底是什么？负责这项研究的麻省总医院精神病学专家、哈佛大学精神科教授 Robert Waldinger， 他把这项研究和研究的发现呢写成了一本书，叫做 Good Life。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研究的主要发现。这项研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一个人的健康快乐生活取决于人际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第二个发现，人的健康和幸福的人生取决于你的婚姻和婚姻的满意度。第三个发现，你50岁的时候，你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决定了你在80岁的时候的健康状况。得出这个结论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对每个人要进行数百次的随访，看他们所有的病例，还对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身体检查，包括骨骼的分析，甚至做核磁共振，对他们的皮肤、内脏器官都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对他们血液做 DNA 分析。早期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些遗传生化的因素呢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做得非常仔细。但是最终的结论呢，让我们大家都很吃惊。第四个发现呢，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虽然在人际关系当中会有冲突，但是只要相互信任，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有好处。同时呢，规律的体育锻炼不酗酒、不吸烟，对待环境和压力有成熟的应对机制，维持我们稳定的体重和婚姻都很重要。同时呢，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男性来讲，教育程度也很重要。受教育越多的人，他越可能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这沃丁格教授在一次广受欢迎的 TED Talk 里面说，我们把所有参与者的情况汇总到一起之后呢，就发现在50岁的时候，他们的胆固醇水平并不能预测他们将来的健康和生活状况，而是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50岁对人际关系满意的人，80岁的时候才最健康。为什么一个满意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呢？实际上它跟我们人容易在生活的压力下变得孤独有关。这个孤独实际上比吸烟对身体更加有害。这孤独的人往往死得比较早，他的致命性不亚于抽烟和酗酒。所以一个温暖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健康幸福的最重要的保障。有人说这个人际关系婚姻有的时候很烦经常会有摩擦，会有争吵。其实呢，研究发现，不管夫妻怎么争吵，只要他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这些争吵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大脑。所以沃丁格教授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
我们从20、3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在方方面面照顾我们的健康，特别是要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也是需要培育和打造的。沃丁格教授给大家的建议是，20、30岁的人从现在开始，你要把你的身体当作需要100年来照顾。很多人说了，人的改变是很困难，但是这项研究发现呢，那些在20、30岁的时候看上去健康堪忧的人，当他们改变了自己，他们可以在80岁的时候活得很好。而那些早期看上去很健康、很健壮的人，到后来呢，因为酗酒或者重度的抑郁症，他们在最后也会活得很惨。所以沃丁高教授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工作太忙忘了你周围的好朋友。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没有女性呢？因为那个时候哈佛大学只招收男生。好，既然人际关系这么重要，那么什么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都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如果您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请在留言区给我留言，我们以后深入的探讨。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